这是一张由木头简单拼接的战损级橙色木筏，但却是当地智慧村民的谋生手段。在一段10米宽的河面上，有2种渡河方式，一边是一座只能中午通过的古董木桥，一边是一艘纯人力的木筏驳船。想要渡河的司机可以自主选择过河方式，但凡有司机敢从桥上过，其他司机都会笑话他们是愣头青。保守的司机都会选择轮渡，因为风险系数会低很多。轮渡小哥将2块木板搭在木筏一端，正常情况下车辆便可从岸边轻易开上木筏，不正常的情况下便会像这样进退两难。司机还想再加2脚油门挣扎一下。在保险杠对木筏最后的眷恋中，这辆车不负众望成为一辆泡水车。这里是位于印度洋西部的马达加斯加。早上6点，顺风车司机史蒂夫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他每周都要前往塔马塔夫，为此他会顺带拉上一些乘客。因为路况太差，史蒂夫会对每一位乘客的行李进行精准称量，但凡超重都要额外付行李费。今天史蒂夫的战神皮卡就拉上了20名乘客。史蒂夫的皮卡是一辆4轮驱动，要想行驶在马达加斯加的道路上，4轮驱动是最低配。即使是这样一辆小小的皮卡，也有豪华 VIP 和普票之别。但即使坐在丰田大沙发上，这位女士仍表示自己颠得胃疼。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这里的红木不被偷盗，这里的道路已经超过60年没有维护过。这样海边沙滩的路况已经算得上是天堂。过桥是最让史蒂夫头疼的，这样腐坏的木桥，史蒂夫是绝对不敢过的。他让所有的乘客下车，从河中绕过去。好在这里的河水较浅，皮卡可以轻松过去。到第2座桥时就没那么好运气了。一辆小面包冒着风险从桥上缓缓过去。在这样的桥上行驶，一旦陷在河中是绝对出不来的。史蒂夫选择了保险的方式，轮渡，但木板没有搭好，皮卡只是前轮跨上了木筏，一番挣扎后，索性直接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整个驾驶室都进了水。Eh merde, c'est cuit, on va vraiment être en retard. Le moteur est noyé. 他们组织了10个青壮年，想尝试将皮卡从水中拉出来，但泡了水的皮卡重达几吨，皮卡车纹丝不动。继续等待2小时后，一辆丰田海拉克斯路过，司机好心的直接把车交给史蒂夫操作。在4驱强劲的扭矩下，皮卡终于被拉了上来。车门打开，里面哗啦啦的流出水，这样的车还能启动吗？好在史蒂夫自学过修理知识，他将发动机的水排出，然后尝试打火。多次尝试后，皮卡争气的点着了。这种老式柴油发动机没有多余的电路系统，史蒂夫可以继续启程。这次他不敢再做轮动，冒险选择了从木桥上过。一行乘客在后面心惊胆战，最终皮卡安全过了河。即使是耽误了5个小时，乘客们也没有丝毫抱怨。另一边的村落内，39岁的罗伯特正在打包行李，他们要去原始森林里砍伐红木。罗伯特曾经是一名护林员，保护红木免受偷盗，但4年前他被解雇了，所以他也加入到了砍伐红木中。红木是一种昂贵的珍稀木材，但要想获得这种木材非常不易。他们需要乘坐独木舟在水上连续走上几天，遇到水流湍急的路段，只能下船用人来推。之后一行人在赤脚攀上悬崖，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其他砍伐者。罗伯特一行很担心，会不会最后一棵红木都被他们砍完了？明知不可为，但为了家人孩子的生活，他们没有任何选择。经过连续6天的寻找，在森林的最中心，他们找到了红木，一根的价格就超过4000欧元，只要带回去1棵，他们就能实现半年财务自由。这样的树木生长极其缓慢，眼前这棵就已经超过50岁。罗伯特抡起斧子，很快就露出了红色部分，这意味着这棵树的品质很好。红木被砍倒后，却挂在了其他树上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只能砍倒周围的障碍。在马达加斯加，平均每年有10万棵珍稀木材被砍伐，而因此被误伤的树超过50万。为了取到这根原木，他们砍倒了10几棵其他树，他们轮流合作，将树干砍断，尝试让红木挣脱束缚，但经过6小时后还是无法得手，最终只能放弃，继续抓紧时间去寻找其他红木。继续在森林中寻找了10天，他们仍然一无所获。几个月前，他们为了躲避检查，藏起来一些红木，现在他们只能尝试打上存货的主意。这根原木超过400公斤重，他们将原木两端削出2道凹槽，用绳子捆上，一群人集体发力，将原木拖行到30公里外的河边。整个过程需要默契配合，否则就会导致人员重伤。每年因此被带走的人不在少数，因为溪水很浅，拖行起来也不轻松，需要人在下面不停调整方向。男人们唱起歌谣互相打气，最后将原木从山脚推进河里。此行的路程算是完成了一半，他们晚上就在这里露营。第2天，他们要在河流中运输原木，
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。他们将轮胎绑在原木上，增加浮力。这艘特殊的原木船需要2名驾驶员来驾驶，但在激流中驾驶需要勇气。超过400公斤的原木如果压在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过第一个弯后，驾驶员就抛弃掉了碍事的副驾驶。激流折断了他的棍子，他只能用手来缓冲。在水流平缓路段，阿诺又重新找了一根木棍来撑船。连续5个小时的下坡路，他们再次汇合，将原木藏在独木舟底部，用行李盖住再运输回去。